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没订阅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没追踪 IG 可以追踪我的 IG。我今天要来到台湾癌症基金会，那我今天会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公司之前有办过活动，有捐款过给这个单位。那为什么要捐这个单位呢？我们等一下就会跟你说啦。这支影片，如果你是有想要捐发的人，你可以继续看下去。我们会捐款给这个单位，是因为这个单位有在收假发，并且制作假发，然后把这些假发让癌友们使用，所以我觉得蛮有意义的。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怎么样运用这些头发，然后把头发做成怎么样，然后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进行捐发。我想应该有很多人想捐发，但是不知道自己的条件适不适合，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平常在沙龙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客人想要捐头发。那有一些人，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很符合条件。那我自己也一直很迷惑，到底怎样才符合条件？也让大家了解这个机构。重要的是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头发去了哪里。我刚刚已经问社工一大轮问题了，所以我现在你知道充满知识的要为大家分享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头发到底要留多长才能捐呢？就是要剪掉之后那一把头发要有30公分。那他们这里都会有一个像这样子。这里就是一个30公分的画面，那通常像这个头发就是符合标准。你看这样子放上去，就是你有看到它是超过红线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超过30公分，就是符合标准。那我刚刚有跟他们要了，就是几个符合标准跟不符合标准的头发。像这个就是刚刚说的符合标准，像这种。大家有看到他的头发比较黄，如果你的头发是天生比较咖啡色的，就是你要在寄过来的过程，在上面标注你的发色天生比较浅色，这样子的话，他们还是可以收的。这个就是不符合标准的。大家有看到就是这个地方有比较黄吗？这一撮头发就是尾巴这里比较金就对了，它感觉上依我的判断，它应该是有挑染过。像这样子的头发的话，就比较不符合标准。记得，如果你想要捐头发的话，他们只要原生发。就是完完全全没有烫过染过，一定要哦，一定要完全没烫过染过，因为他们要的就是原生发。好，另外像一个不符合标准的，像这个样子，它的层次非常的高。你看，它可能最长的地方才会到30公分，但是它最短的地方可能连15公分都没有到。那根据社工刚刚说的话，就是他们会以最短的为标准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捐头发的话，蛮不建议你打太薄或剪层次的，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想要这样。一大把，很明显看得出差异吧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看做好的假发是长怎样。然后像这个癌症基金会，其实不只是捐头发而已，他们这里还提供很多癌友的活动，像是心理咨商室啊，还有营养咨询室。不过我今天要带大家看的就是假发的地方。现在要带大家看的就是康复用品室，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假发。现在带大家看就是假发的收藏地，这个地方就是平常要租借给癌友的假发，这里就有很多的假发提供租借给癌友们。那刚刚社工跟我说，每一个癌友来这里的话，他可以试戴3顶。那试戴的话，等一下我会试戴1顶给你们看。试戴3顶之后，他就可以选1顶自己喜欢的回去戴。那这个租借的话，一次是1年。这个费用的部分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吧？费用的话是1000元押金，但是如果归还的话，1000元会还给他们，但是他们需要另外再付300块钱的清洁费。我个人觉得这是几乎是免费的行为了啦，因为等于是1年是300块，那这里就会有很多的假发。那各位捐的假发其实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像这里的假发，刚刚社工跟我说，这个就是比较已经要淘汰的假发了，这是案例给我们看，因为他说假发是不能用热水跟热风的，所以长期用的话，这个头皮的地方就会像这样。会有脱落的问题，就比较不好保养就对了，所以他们会刻意的去保养假发。保养假发最关键就是不要用热水跟热风，所以他们都是洗完之后把头皮擦干，头发擦干，放在阴凉处阴干。刚刚有说嘛，这个费用的问题，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便宜。他们说制作1顶假发大概需要3500到5000块，然后再配上你们的头发才能制成1顶假发。那戴假发的时候呢，试戴大家不要害怕卫生的问题，他们都会先给上浴帽。那我现在就试戴1顶给大家看，我觉得品质看起来是真的蛮好。他们拿了1顶男生的头发给我看，
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就能阻隔你的头皮的问题。那这个里的话就会有假发，那这里的社工其实是很会戴假发的，所以他说他们会在这里教癌友们到底如何的戴假发。因为他说很多人戴的假发不好看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戴假发，毕竟人生也不一定有很多这种经验，所以他们会教他们如何戴、如何整理。所以这里的社工真的还蛮厉害的。我现在就戴上去咯。我戴的有点粗糙啦，就是先大概戴一下。像这个浴帽就是可以把它塞进去，会比较自然一点。然后稍微瞧一下 ，OK。如果你不是在高雄，但是有这个需求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去登记租借。像这样就是一个试戴的效果。那如果你觉得这里很好看的话，你就可以跟他们申请租借。但重点是这个地方只服务癌友们，所以就是如果你只是纯粹想借假发，千万不要来这里借，很白目哦。给大家看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，就是上面有那种毛线帽。这个的话，他们说他们会免费提供给癌友，因为正在做化疗的人头发基本上是会一直掉的，所以他们会提供那种免费的毛线帽，让他们可以自己戴着。真的是天使机构哎！我觉得大家可以更多认识这样子的机构，而且了解这样子的单位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癌友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假发可以租借。其实这样子一顶好看的假发，可能8000啊、1万啊、1万多、2万、3万都有人在卖。但是如果你是预算有限的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而且你也不会害怕你捐出来的假发不见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另外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一顶假发大概是需要5到8个人的头发才有办法做成一顶。刚刚讲的15公分的头发，基本上也只够做刘海。那如果你要做有长度的话，就是需要那一些30公分的头发。那大家把你跟我最靠近的发质跟发性分类好，再一起做成同一顶头发。所以不要误会，你一束头发就能做一顶假发。基本上你是集结众人的力量，只有众人的力量才能做成一顶好的头发。然后我刚刚也有问社工，他们说绑头发的时候比较建议就是用橡皮筋可以绑住，因为橡皮筋绑住的话会比较紧，比较不会整个散掉。那如果用绑头发的发圈就会比较容易散掉，所以大家就是拿一些便当包的橡皮筋绑一绑就好。如果你是来找我捐发的话，我也是用橡皮筋帮你绑一绑啦。那这样子剪掉的头发的话，就是跟大家组合就可以变一顶假发。好，我刚才已经介绍完刚才那些你知道一堆假发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社工回答我们问题，因为客人都会问我，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因为这个就是网络上的搜寻并没有很清楚的资讯，所以今天就在影片里面告诉大家大部分的人想知道问题。不过我刚才已经讲很多了，我最后就是总结问社工，我们有这个 Q&A 宝典。对，因为真的太多人做询问了，所以我们就特别就制作了一个宝典，要来回答大家问题。先问就是，如果他的头发是超过30公分的话，会好吗？越长越好，我们基本是收30公分，但是我们会希望越长越好，因为其实我们30公分做起来的假发是大概到耳下而已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如果说大家能够捐越长的头发，让我们能够制造出就是更多的造型，能够让癌友来租借。对耶，因为长一点才有其他造型可以做。对，就是不论是要长的、短的、直的、卷的，因为老实说，我们都希望来到我们这里的癌友能够租借到一顶自己喜欢的假发。下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有自然卷或者他有白头发的人是 OK 的吗？自然卷跟白头发都没有问题哦。自然卷的部分只要帮我们标记说它是自然卷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然你们会以为它是烫过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有些人真的卷得非常的漂亮。就是不要有烫染啊。对，不烫不染，没有受过化学处理的头发。对，那在白头发的部分其实也是 OK 的，因为其实在我们这边假发租借的年龄层其实非常的广，从20多岁到70、80岁的癌友都有。那其实我们的假发里面如果有一些白头发的话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假发看起来更自然。那对于其实比较高龄的癌友来讲，他们也可以租借到比较满意的假发，对，会比较像他的头发，是就不会被说怎么会这个奶奶这样，然后她的头发那里这样这样这种感觉。对，因为有一些小朋友都一直都没剪头发，像小朋友头发也是可以捐的，对不对？小朋友的头发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哦，因为小朋友头发其实发质都很好。那其实我们做起来的假发那个效果跟发质，其实很多癌友都非常的喜欢，所以真的非常的欢迎。捐发的发质很重要，
要，所以就是烫染过就先不要了。如果你想要捐的头发，应该是就不用护发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没有护发都没有关系，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。对，它不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有一些人会以为我要捐发，我就要一直护发。不用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你不要染烫，然后捐给我们的时候一定要是绑成一束一束，然后要洗干净，然后保持干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要是那种湿湿的，然后剪掉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收到，如果说我们没有注意到，可能跟其他的头发放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会导致我们其他的假发会变成整箱都发霉。那我们都对，也会发。OK， 因为你们假发是要放在一起的。没错，因为我们会把所有人的头发集结在一起，然后送到我们的代工厂去。懂。没错。你们有遇过那种头发，它没有烫染过，但是一直在夹电棒，来的时候发质还是很差的？其实这一种的也有，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会，他如果说特别标注说没有染烫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先收下来，我们会请代工厂做评估啦。因为我刚刚有看，就是大家寄来，他们就有一箱，然后很多信封袋装着。是。就是打开，如果看到很差，就会生气吗？不会生气，因为其实这些都是大家的爱心，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拥有正确的观念。那我们捐的头发是真的，就是都可以拿来做使用，所以这是最棒的。OK， 那你觉得如果剪掉的头发，就是他们把头发剪掉之后，大概放多久寄来会比较好？我们都会希望越快越好啦。那基本上1个月以内，对，因为我们还要等其他的头发一起寄出去啊。因为刚刚我有跟大家说，是5到8个人的头发才能做1顶。其实是5到8束，然后大概5到8束3到5个人的。3到5个人，所以你越快寄来，我们就可以越快配对。没错，因为它是会把发质、发色相近的一起做成1顶。那如果要寄来的话，只要用信封袋装着就可以。信封袋，或者是如果说担心天气的话，可以再多个夹链袋。放夹链袋。对，放夹链袋里面，然后帮我们加注捐发人的姓名、电话还有联络地址。那我们收到之后，我们在1个月内开立感谢卡寄回去。你们会有感谢卡？是，我们真的是感谢大家的爱心。那这个假发做出来之后，就是你们是不会卖的吧？我们没有任何的贩售行为哦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纯粹就是对纯粹的租借，就是对癌友，因为我刚才有跟大家讲，就是1年1000块嘛，是保证金，这是。所以如果癌友带得很开心，说我想要跟你们买，这没有办法。真的所以你们是不能卖他们，没有办法贩售，因为这些都不论是假发制作的经费，或者是我们的木发，都是大家的爱心，所以我们不可能拿大家的爱心来做任何的盈利行为。因为很多人就会很怕说，我的头发是不是会被卖掉还是干嘛？不会，我们一定是会好好的把它做成假发。好啦，赶快把头发寄过来。因为刚刚你有跟我介绍，就是这个头皮是什么医疗级的头皮，医疗级的头皮跟就是差别在。它其实相较之下比较透气，然后也比较不会觉得头皮会有过敏的情况。因为他们要一整天戴着。没错。对，可是当然这只是相较之下，有一些可能头皮比较敏感的，还是会有一些过敏的状况，这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那我们可能就会教他说，可能里面再带一个小薄头巾之类的，然后来阻隔就是我们的假发，那这样可能就可以再减少一点过敏的状况。一顶假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昂贵，因为我们是沙龙嘛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之前我们会做发型秀，或者是做一些发型，我们不一定会做真人的头发，我们会戴假发做，因为我们一顶假发都要买到15000。市价其实真的很容易，就是15000，真的不夸张，就是一个很贵的。我目前听过最贵的其实大概是92000。92000的假发，就那顶吗？这一顶92000。是来到这边的姐姐跟我分享说，她有去其他地方有看过，可是她真的虽然很喜欢，但是那一顶92000她真的没有办法负担。我觉得真的太贵了啦，还是来这里1000块。因为应该这样讲啊，因为他们其实是因为治疗的关系，大概3个月到半年有假发的需求，对，所以时间不会太长啦。因为他们不是说真的是落发非常严重，然后真的头发长不出来，其实不会，它只要其实治疗结束之后，头发就会慢慢长回来了。那这里有提供，就是我可以捐假发，就是我有买一顶假发，我不需要，我捐给你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木发量是够的，所以我们会希望为了保障我们的品质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假发都是我们自己制作，我们没有在收，就是别人就是捐赠之类的假发。所以你们1年会有要做几顶出来？1年都大概是200-300顶起跳哦。超级多，真的超多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台北总会跟我们南部分会，我们还会寄给医院的癌症资源中心。那我们现在也有线上的假发租借服务。OK， 我刚才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家可以去现在你们的官方网站。对，我们官网上就有链接。如果1年要做200顶的话，1顶5000块。
200顶算少，其实超多。真的假的啦？这样要多少钱？5万、50万、100万。200顶就要100万。up， 然后那一顶假发通常可以用2到3年。差不多，因为它其实是消耗品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单位会一直在募发跟募款的原因。有需要募款，对不对？有需要，当然，当然。不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真的，我能理解大家爱心，可是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想捐头发，就代表大家爱心就是很满嘛，也很保护他自己的头发，但是也是蛮缺钱的。对，可是我们也知道经济不景气啦，所以就是能做到什么我们就做到什么。不过我觉得大家爱心有到这里。在这个单位里面，不止在做头发，你们还有做一些活动啊。对于癌友，就是我们称它为学员，就是我们有在帮学员上课，或者是做一些免费的营养咨询。其实我们这个单位不只是在做头发这件事而已，但是头发成本是这里最高的，对不对？其实算吗？不算最高耶。真的哦，还有更贵的项目。像是我们的补助案，针对就是经济弱势的癌友，我们的补助案的部分，其实相对的金额也是蛮高的。因为这里有心理咨商啊，就是有很多项目的补助。对，或者是像是营养品补助啊，然后交通补助。那像是交通补助的部分，大家可以搜寻就是银发偏乡，对，我们都会有做一些银发偏乡是。而且如果你身边有癌友的话，你真的可以推荐来这里，因为这里还蛮隐私的。如果你要戴假发的话，就是我自己戴假发，那空间会有他，然后癌友是，还有一位就是自己的家属，所以它是一个很隐私，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在戴假发，就是一直被别人看的那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安全感的。其实我以前真的是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。通常是生病了才会来找到单位啦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我们会知道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一场发型秀，我们把那个门票的收入，就是捐款来这里。是。然后捐款了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有这样子的机构。对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捐给长辈，就是老人机构，然后或者是儿少，就是比较偏就是小朋友们的。但是癌症这一方面算是比较被忽略嘛？比较不容易被看见，通常是需求出现了，我们才会被看到啦。对，因为癌友们其实生活上看起来跟一般人是一样的，对。可是他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需求，像是就是做一次治疗可能是需要2、3万块起跳，他一个疗程可能是花20、30万，其实都是有可能的。而且他可能在这个疗程的过程中，他可能会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继续工作。对，尤其是他今天是家庭的经济支柱。的话，其实会特别，那个家庭整个都会变得特别的辛苦。我会把他们的官网放在资讯栏。那如果你以后想捐头发的话，就是赶快寄来。对，很欢迎。那大家记得就是不要烫，不要染啊！希望大家发挥你们的爱心。对，请大家帮忙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那其他的那些 Q&A 的话，我会整理完，就是统一放在资讯栏给大家看。那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